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有关网格编辑器的一些基础操作。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有关对 MIDI 音符进行编辑的方法，例如替换 MIDI 模板，通过编辑演奏风格来修改 MIDI 音符的演奏八度、演奏力度、音符密度以及音符的时值长度，还可以在和弦选择器中设定 MIDI 音符的和弦转位。这些功能都可以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歌曲片段中的 MIDI 音符进行编辑。但网格编辑器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对 MIDI 音符进行修改，因为它是以单个音符为单位进行操作的。在开始使用网格编辑器之前，需要在歌曲轨道中已经添加了歌曲片段，否则网格编辑器中是不显示任何 MIDI 音符的。例如，我当前的歌曲轨道中有一个简单的8小节和弦进行。我们可以通过单机界面顶部的网格编辑器界面按钮来切换到网格编辑器，也可以在歌曲轨道中直接双击歌曲片段中的 MIDI 音符来切换到网格编辑器。网格编辑器整体上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区域，顶部是工具栏，这里提供了编辑过程中常用的工具以及一些相关的功能。中间最大的区域是钢琴卷帘窗，用来显示和编辑 MIDI 音符。底部是控制器栏，可以单击左侧的箭头按钮来展开或收缩这个区域，也可以通过拖拽控制器栏的顶边来调整这个区域的高度。在这个区域中，我们可以对 MIDI 音符的力度进行编辑，同时还可以对其他 MIDI 控制器信息进行编辑。我们先将控制器栏收缩起来。网格编辑器中，钢琴卷帘窗默认占据了整个界面中的绝大部分面积。这里不仅仅显示了歌曲轨道中的 MIDI 音符，还会在顶部标尺栏的下方显示出每个和弦。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贴心，可以让我们在对 MIDI 音符进行编辑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到正在编辑的是什么和弦。选择这些和弦时，歌曲轨道中相应的和弦也会被选中。双击某个和弦也可以打开和弦选择器，直接对和弦进行修改。右键单击某个和弦，可以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和弦校正器，来对和弦名称进行校正。在钢琴卷帘窗中，当前被选中的 MIDI 片段会高亮起来，也可以通过在钢琴卷帘窗中单击某个 MIDI 片段的内部区域来反向选中歌曲轨道中的 MIDI 片段。如果想要一起高亮显示，可以在歌曲轨道中同时选中多个 MIDI 片段，或者是直接在 MIDI 片段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合并命令，将多个 MIDI 片段合并成一个。这时在钢琴窗口中更加便于查看和编辑。钢琴卷帘窗的底部是踏板控制器栏，这里默认显示的是持续音踏板，也就是64号控制器。单击左侧的按钮还可以选择弱音踏板或者是延音踏板。钢琴卷帘窗的最下方和最右侧都有滚动条，拖动滚动条可以查看未显示出来的区域，也可以通过拖拽滚动条的调节手柄来对窗口中的内容进行缩放。单击右下角的加号和减号按钮也是相同的缩放功能。在音符显示区域中，滚动鼠标滚轮可以在垂直方向上滚动窗口中的内容，便于我们查看和编辑当前段落中没有显示出来的 MIDI 音符。如果按住 Shift 键再滚动鼠标滚轮，则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进行滚动，便于查看和编辑没有显示出来的段落。在标尺栏或踏板控制器栏上滚动鼠标滚轮，
也是在水平方向上滚动显示。在网格编辑器的工具栏上，左侧是3个常用工具，这和歌曲轨道中的3个常用工具是一样的，分别是选择工具、铅笔工具以及分离工具。使用选择工具，我们可以在窗口中选择音符，拖拽音符的开头或结尾，可以修改音符的时值长度；上下拖拽可以修改音符的音高；横向拖拽可以修改音符的节拍位置。还可以使用框选的方式来选中多个音符。按住 Shift 键，在单击音符，可以对音符进行多选，或取消选择某个音符。多选音符后，可以一起移动或一起修改长度。使用铅笔工具，可以通过单击窗口空白处的方式来添加新的音符。添加音符时，如果横向拖拽，还可以修改音符的时值长度。单击已存在的音符，可以将其删除。使用分离工具，可以将长音符进行分离。在使用这3个工具时，也可以结合 Auto 键来得到不同的功能。在使用选择工具时，按下 Auto 键，可以临时切换到分离工具，便于我们对音符进行分离。松开 Auto 键则返回到选择工具。使用铅笔工具时，按下 Auto 键可以临时切换到选择工具，便于我们选择或移动音符。松开 Auto 键可以返回到铅笔工具。使用分离工具时，按下 Auto 键也可以临时切换到选择工具。松开 Auto 键可以返回到分离工具。另外，还可以使用主键盘中的数字键来快速切换这3个工具。主键盘中的数字1对应的是选择工具，2对应的是铅笔工具，3对应的是分离工具。单击窗口左侧的琴键，可以将此音高的所有音符都选中，便于我们进行整体的移动。在选中某个或某些音符后，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 加上方向键或下方向键来移动音符的音高。右键单击音符还会打开一个功能菜单，这里提供了选择所有音符命令，以及针对所选音符的复制、剪切、粘贴和移除命令。下面还有静音，可以将所选的音符静音。在已经静音的音符上，单击右键可以在菜单中选择解除静音。菜单底部还有延长到下一个和弦命令，选择后所选的音符长度会自动增加，延长到下一个音符的开始位置。如果这个和弦中当前音符后面没有其他音符，则会延长到下一个和弦的开始位置。如果有的音符长度过长，与下一个音符产生了重叠，可以选中这2个音符，然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最后一项移除重叠，这样就会断开这2个音符的重叠部分。右键菜单中的功能都有相应的快捷键，也可以使用快捷键来执行这些命令。好，这一节先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网格编辑器工具栏中的其他功能。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